你的科技業產業裡面，你面對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它叫中國。那過去你美國沒有龐大的競爭對手，你政府無能都可以，企業界自己有辦法。七姐妹就支配了美國多少的稅收啊？它可以養得起美國政府啊。七姐妹賺不到錢呢，它的股票市值一直在往下降，它的盈利一直在往下縮。它本身能夠貢獻給政府的稅收越來越少的情形下，你美國政府你能怎麼辦？所以這種停滯性的通膨，我覺得對美國來講是一個最大的隱憂。好，今天關心中國的3件戳破了美國的經濟泡沫，尤其在周三晚上，就昨天的晚間哦，美股道瓊狂瀉了1100點，那包括了現在美股的部分，巴菲特的指標已經突破了236%，已經超過了200%。這個玩火的一個門檻哦。另外一方面，現在是連這個川普的支持者 MAGA 的基本盤也都不相信美國所謂的資本主義了，他們認為只造福了美國的富豪有錢人。川普的美國優先被諷刺淪為富豪優先。今天做深度的剖析。好，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最近哦出了非常多的新科技，真的是嚇壞了美國的霸權，尤其是这個科技 AI 霸權。今天來特別看到的是中國大陸祭出的3支箭，可以說是指導美國 AI 的最核心。首先看到第一支箭，就是今天會跟這個 AI 模型、半導體資本跟晶片製造設備有關的第一支箭，是中國大陸 AI 模型的突圍了。Kimi 也就是月之暗面推出的 Kimi K3，挑戰了美國的 OpenAI 跟 Google 等等的巨頭霸權。第二支箭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半導體的資本了，中國晶片資本崛起，尤其是在最近我們看到的新聞，長興存儲在上市之後，它股價就一直狂飆。於是呢，現在整體的投資市場也在重新評估中資企業，尤其是半導體科技類股它的這個價值，引發了美股非常的緊張。那麼第3支箭則是突破在中國的設備自主化，尤其最近中國大陸開始量產它的 DUV 的曝光機設備，預計呢今年是量產會達到5台，而後年他們的目標可以達到20台。另外我們知道做光刻機最重要的就是這些零組件，中國大陸也目標去實現說，未來這個光刻機也可以實現這些零組件的全面的自主化。好，這3支箭射下來之後，我們看到如何重挫美國股市了。就在昨天晚間7月29號，美股部分先來看到了科技類股，尤其受到最嚴重的衝擊。費城半導體指數重挫幅度來到了588點哦，跌幅高達了5.33%。當中我們看到美光啊，更是重挫將近快要10%，Syndex 跟台積電也都同步的下挫。巴菲特指標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有關於美股哦，現在是衝上了歷史的高點，來到了236%，超過了200%的玩火等級。連巴菲特現在也都非常的憂心，他認為現在這個股市的狀況是非常非常危險的。這一位是股市美股的傳奇投資人，他是葛拉漢，他有預測再這樣子玩下去，美國股市可能下殺至少70%，引爆了恐慌氣氛。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楊老師怎麼看了中國大陸短2週內，我們也看到這種科技類的這些消息進出哦，從模型到晶片到設備全面突圍，這是美股短期的修正，還是華爾街現在也開始意識到了說，不管是美國的 AI 霸權，或者是美元的神話，沒有想象中這麼的穩固呢？楊老師怎麼解讀？我覺得剛開始的時候是短期的修正，獲利了結，然後呢移轉到其他的板塊以及領域去，在資金層面。那同時這個時間呢，大概從美國在5、6月的時候，陸陸續續到了6月底的時候，有一波這個引起就是相關 AI 投資的這些投資客關注到了一個大的問題，美國自己內部的，那也就是數據中心的整個這個推動啊，然後呢整個撞牆，因為它在各個州現在將近有42個州的一個聯盟啊，反對這些美國的數據中心，就是 AI 資料中心在美國各地去設這些廠，然後呢吞噬掉他們的這個電網，提高相關的這些設施的價格，以及造成環境的影響。因為美國的電網很老舊，而且各自都是等於是各自為政，所以它每個州之間呢很難去做串聯。因此，你看到美國在一些大型的廠裡面呢，他自己投資設資料中心的時候，他都還會有個幾億元下去做自己本身小型的核電廠，
但是資料中心好多啊，所以現在整個資料中心停頓下來，所以因此你看到第一波先是做獲利了結，然後呢覺得說這個可能 AI 的這個產業的推動啊，在電力上面啊最重要的，所以黃仁勳講的5層蛋糕的第一層啊，這個電力上面就碰到了問題，結果呢就嘣嘣嘣連續出來，先是智譜 ZAI， 它已經在相關的指數上面僅次於 Cloud， 後來 Kimi K3 甚至馬上出來就贏過這個 Cloud， 那最重要的是因為他們採取開源的，同時這個時候你就看到在 OpenRoot 美國的這個就是做AI 的企業的這個就是說平台上面，在企業相關的企業從5月到6月快速的轉換到中國大陸的大模型，將近5成以上，因為他發現過去這段時間以來用美國的這些密閉式的這個大模型呢，單價太高，每100萬的 token 的這個付費太高，所以呢，他們要去做一個調節，有一些很精密的或者是很重要的，那以及美國政府規定的跟美國政府有關的，那他可能用就是說這個美國的 OpenAI 或者是相關的 Cloud， 那其他大部分的使用呢轉到中國大陸這邊來，所以連續的這幾波就造成就是整個美國在質疑說，美國的 AI 產業的投資是不是成本過高？然後呢，未來的這個商業的效益顯然不足。然後同時你看到華為就提出來新的訴求，甚至全球的手機它要準備開賣，這就在講芯片的層面，從 AI 的芯片到就是這個記憶體的這個芯片。接下來呢，相關的這個設備不斷的就是出現。中國大陸自己產的 DUV 呢，那已經在成熟晶片的層面呢有相當的這個就是效能。那這個時候華為又提出了這個濤定律，那濤定律更使得就是我們不一定需要最先進的這些EUV 或者是技術呢，或者是這個軟體的這個EDA， 然後呢就一樣可以產生類似像台積電2奈米的這個效能。雖然目標是定在2030、2031年。可是事實上，這個馬上就會使得美國以及全球都在思考，中國大陸這種開源的，然後呢，以及整體生態系很成熟的 AI 產業，是不是才是真正全球應該走的方向？那看起來美國企業都往這邊在走了，至少兩邊它都要去投注，所以呢，就使得美國的 AI 產業就受到影響，而也連帶的使得你看到日本、韓國、台灣在做 AI 產業的這些硬體啊，第一波先受創。所以我們連續幾波的影響都是如此，後續會怎麼樣呢？後續真的是會這個大的問號。AI 不會泡沫，但是相關的這個投資呢，可能已經移轉了。好，所以一方面是中國大陸的科技的3支箭進出嚇壞了美國。那當然了，中國大陸不只是出了這個新科技，不是追趕美國而已，還甚至走上了完全跟美國不一樣的一條路。那所以科技類股，美國的科技類股就領跌承壓。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如果來看總體經濟的部分，美國的經濟現在同樣是面臨到的另外3顆炸彈。第一個我們要来看到的是美國的第一顆炸彈是它的高利率的環境。聯準會最新的決議是說，接下來維持這個利率不變。這是連續第5次按兵不動了。最重點的事情是，現在市場非常的擔心9月份會不會升息，而且現在幾率說已經來到了7成，有可能會升息。一旦升息，就會衝擊到美國的 AI 的股票市值，那也會推高企業融資啊、房貸，甚至是這些車貸、信用卡成本等等。第二個未爆彈就是關稅跟戰爭推高的能源危機，布蘭特原油重新站上了每桶$90。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到美國的煉油設備現在是產能全開，甚至已經開到96%了，但是它的戰備的這個石油儲備只剩下3億桶，這個是什麼意思呢？其實這個數字創下了40年來最低的一個數字。另外，消費面，美國民眾現在生活壓力非常大，37%的美國選民因為食物跟汽油的漲價，他們更頻繁的使用信用卡，不管是不是刷這些很大型的東西是刷來買麵包，甚至是借錢加油等等。最後是經濟結構，第3顆未爆彈。
經濟結構的失衡。現在最新的消息是，美國私部門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在放緩，而公部門的支出反而比較多。這個背後代表的意思是，過去其實公部門只要支出大於私部門的話，通常都是在美國的经濟面臨金融危機的時候才會發生的。沒有想到就在此刻，現在也面臨了同樣的狀況。美國經濟會不會陷入危機？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當然有可能，這個最主要的還是要看美國政府有沒有能力來去面對於他現在所處的困境。但是很明顯的，特朗普的團隊，就川普的整個團隊，他們没有能力來應對他們現在美國經濟所面臨的一些狀況啊。第一個，您提到有關於這個關稅的問題，我們都知道關稅一定是進口商，還有這個零售商跟消費者他們來吸收，而不是出口商來吸收。所以川普的關稅就造成他們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之一。那川普到目前為止還堅持他一定要走高關稅的這樣的一種態度，所以等於是他沒有辦法讓他的物價降下來，這是一個原因。第二個呢，那也就是當這個通貨膨脹一直發生的時候，美國的聯準會他們一看經濟還是過熱，經濟過熱，他們就不可能透過降息的方法來去把這個經濟的熱度再把它升高，因為它經濟過熱一定要升息，升息才會把資金往銀行裡面流，那市場上的資金少，那經濟才有辦法冷卻下來，所以聯準會就不可能降息了。聯準會只要不降息，你政府所欠債的利率就很高，就高居不下。美國政府現在最大的一個問題就在於它的利息支付度太高了，它利息太高，因為債務龐大，所以它一定要聯準會降息。聯準會又不可能降息，那它的政府的債務負擔就越來越重，它的公債的信用度就越來越低，所以您看到的它的殖利率就一直在攀升。對，就是因為大家對於美國政府的公債破產的可能性很高，然後美國政府破產的可能性很高，所以大家不太敢去買這個政府的公債。政府公債要賣出去，你就必須把殖利率拉高，那這樣的情形等於是雪上加霜嘛，變本加厲嘛。那最後一個，那當然就是目前中東的問題是，又是川普去挑起這個中東的戰火，挑起這個中東的戰火，造成現在這不但是赫爾木茲海峽被封，連曼德海峽都有可能被封。那現在沙特的油也運不出這個紅海，走曼德海峽的話，這個它繞這個蘇伊士運河多1個月的時間，所以成本又升高了，油價又上升。您看到了，剛剛您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油價又飆到90，有人估計100很快就有突破了。那你油價一高的話，全球的通貨膨脹又上來了，那你怎麼可能對美國來講，物價怎麼可能抑制得下去？抑制不下去，就一直出現這種通貨膨脹。可是如果說你美國的經濟成長還是很高，那還沒有關係。可是偏偏就是你的科技業產業裡面，你面對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它出現了，對，它叫中國。那過去你美國沒有龐大的競爭對手，你政府無能都可以，企業界自己有辦法。對，七姐妹就支配了美國多少的稅收啊？它貢獻美國多少稅收啊？它可以養得起美國政府啊，沒有問題啊，一點困難都沒有。可是現在這七姐妹自身難保啊，她的奶酪都被凍了。那他的奶酪都被凍了，這七姐妹賺不到錢了，她的股票市值一直在往下降，她的盈利一直在往下縮，她本身能夠貢獻給政府的稅收越來越少的情形下，你美國政府你能怎麼辦？所以這種停滯性的通膨，我覺得對美國來講是一個最大的隱憂。好，科技股尤其是7巨頭這個領跌，科技股面臨承壓，再加上美國的消費力道在減緩，民眾的壓力感覺越來越大，這就直接影響到民生了。所以現在是不是已經動搖到川普的基礎的最支持他的這一派人呢？就是 MAGA。因為我們來看到一個最新的民調，44%的共和黨支持者甚至痛批，他們認為說美國的經濟是替有錢人服務的一場騙局，他們還說資本主義早就被財團跟華爾街給操控了。那麼我們來看到有關於美國登記選民對於資本主義的負面看法，從7年前的27%，一口氣現在已經飆高到46%了。川普一直在提這個資本主義啊，以這個為榮，但是現在變成是 MAGA 派最不支持，他認為說這根本就只有利於富人。酈將軍怎麼看？我們看到這個美國的選民居然
這個因為美國本身就是可以說是一個自由主義的一個國家哈，但是很壓抑的是，美國的選民居然對於資本主義現在負面的看法是增加的，甚至於連共和黨自己本身都認為說是美國經濟是在替有錢人服務，這代表什麼呀？代表美國的這種在貧窮線以下的人數越來越多了哈，因為制度的這種不公平，讓貧窮線以下的人很難再翻身。首先，我們要了解什麼叫做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事實上它是屬於一種私有的一種財產的制度，然後它講究的是用自由競爭的方式來追求最高的利潤。那在這種制度下，如果說你沒有將它管制好，或沒有相關的法令做好相關的規範，就會形成一種什麼现象呢？就是這個路有凍死骨，這個就變成有錢人會越有錢，但是基層的民眾他就變成越來越沒有錢，朱門酒肉臭，對，路有凍死骨就會變成這個情形。那現在我們看到美國的經濟，我們之前在這邊也討論過，美國股票前一陣子大漲。是誰在讓這些股票大漲？實際上當然是民眾拿錢出來，那民眾跟政府這個支出的比較多，因為他必須要消費嘛。比如說我是一般老百姓，我總是要吃飯，我總是要開車哈。那我這些錢貢獻給哪裡？還有政府總有一些公共的項目建設要支出，這些項目最後都流入，這些錢最後都流入到股票。那股票最後都是到誰的手中呢？事實上，美國真的擁有股票的人可能不到全民的這個1%而已，所以只有1%的人，但是他卻掌握了美國所有90%的財富。那當然，美國這些基層老百姓，他會發現生活越來越苦，然後社會制度越來越不公平所以他才會資本主義的這個負面看法會越來越多。美股的雙重泡沫要爆了嗎？今天特別關心的是在這2天發生的晶片股集體跳水，資金現在也狂撤出美國的股市，恐慌指數飆到了新高。巴菲特在這個時候特別做出了示警美股最高會不會暴跌高達70%呢？現在有專家做的預言。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在留言區跟我們留言做互動。如果您認為接下來 AI 泡沫即將要發生，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不會，還早，留言寫2，一起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好，今天的3個火線話題來關心到的是第一個，我們來看到現在包括了美光，還有這個晶片股 SanDisk 都暴跌，而且呢，包括了費半單日重挫幅度超過4%，代表市場開始重新評估 AI 晶片的估值了嗎 ？AI 泡沫難道即將現身了嗎？第二件事情，巴菲特也在警告了，現在的股市像什麼？他說是開在賭場旁邊的教堂啊！加上專家示警 AI 即將泡沫，投資人現在是在投資 AI 的未來，還是追逐科技泡沫呢？這個要小心了，等一下來做關心。第三件事情，華爾街直接提出的示警，說現在的股市面臨的問題就是價格泡沫之外，還有獲利啊。他說這個獲利也是泡沫的雙重危機，美股修正幅度最高，甚至可能達到50%，會不會立刻發生？今天就這些議題，觀眾朋友要特別做關注了。好，今天來看到的是美股 AI 泡沫，在周二美國股市的部分，晶片股成為了重災區，不管是美光或 SanDisk， 單日我們來看到費半也是同樣是暴跌的，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回檔，是不是因為這個 AI 已經漲過頭了呢？現在包括代表科技股的這個指數，恐慌指數攀到新高，來到了27，創下了2002年以來最大的一個數字最高的一個數字。市場擔心的不再只是大盤的問題，而是特別關心也擔心科技類股是否引爆。現在來自於華爾街也特別示警的雙重泡沫，我們剛剛提到的價格是不是已經漲太多了？獲利呢？華爾街一直在上調企業獲利啊，但是真的能夠跟得上嗎？如果說企業獲利還是只是正常發揮的話，現在預估標普500估值會飆到67.6倍。超級高的一個息樂的本益比，這也代表是歷史上所有資產泡沫的一個最高峰的一個數字了，所以不可以小看這樣子的一個數字。
好，另外一位專家也特別點破，如果獲利幻想被戳破，股市恐怕修正幅度最高達50%。現在可以看到投資人也很緊張了，大舉從美股撤出，創下3個月以來最大的淨流出，資金流向了哪裡？流到了日本的股市，創下7週最大的淨流入。好，怎麼看這個雙重泡沫的結構是否正式的引爆 AI 這個大崩潰，然後泡沫化呢？委員怎麼看？对啊，我想現在的這個股市的狀況啊，如果大家對比到當年的這個2000年哦，2008年到2000年這2次的金融風暴，其實都相當的雷同哦。我記得在2008年金融風暴的時候，那個時候美國聯準會主席 Greenspan 哦，當時就講過了一句很經典的話，叫做非理性的繁榮。什麼叫做非理性的繁榮呢？就是股市為什麼會漲？不知道哦。你為什麼要買股票？因為我相信明天會漲。你為什麼確定明天會漲呢？因為我也不知道，反正大家都這麼幹，所以每一個人就在賭什麼呢？賭我不會是最後一隻兔子。就是這個遊戲就在玩誰是最倒霉的最後那隻兔子。那每個人都認為不會發生在我身上，所以我今天買了，明天就會漲哦。然後呢，我一定可以從中獲利，這叫做一個非理性的繁榮哦。而這個非理性的繁榮已經在全球的股市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了，所以你說全球的股市是不是走到了一個泡沫化的邊緣？當然是啊。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好了。大家最近看到股市暴起暴跌，隨便哪個消息就跌個1000點，然後過一天又再漲回個800點。然後很多人就會問說，那為什麼昨天要跌了1000點，今天又漲回了800點呢？沒有理由啊。所以呢，為什麼呢？就因為很脆弱，一點點風吹草動，大家就覺得哇不得了了，我要趕快跑了。哎，看起來又沒事，我又跑回來了。所以其實現在已經在是一個股市要泡沫跟崩潰的一個這個邊緣了哦。那麼這個邊緣當然會造成這樣的一個原因，最主要的因素我剛才講了。就是因為我們原本在股市裡頭所有的投入，在這一波裡頭都是以 AI 概念股為主的，不管是 AI 的這個大模型的研發，或者是 AI 的基礎建設的硬體的這些公司都是如此。但是關鍵問題是你光看一件事情就好。剛才這個思敏給大家看到這個息樂本益比哦，你知道什麼叫本益比嗎？本益比就是我買了這隻股票，我多久可以回本？對，67年。它是67呀。就代表說，我買了這隻股票，到我死了，可能都還沒有回本呢。可是為什麼大家還要買呢？所以，當你看到本益比已經高到這個地步的時候，其實當然，如果按照正常的邏輯來進行投資，這些投資者他就要開始精算了。那麼，也許我在搭這個順風車過程當中，我就是在賭啊。可是賭有賭贏，也有賭輸的可能啊。那麼在現階段，之所以大家開始緊張的原因，其實最主要的幾個點，第一個原因是什麼？因為 AI 公司都沒賺錢啊。就各位知道，美國的幾大 AI 的這個企業哦，大家耳熟能詳的，像 OpenAI，像這個 Google 哦，這些公司其實基本上都沒有賺錢。目前為止，除了一個 Anthropic 有賺錢以外，沒有一家賺錢的。就大家還沒有找到一個獲利模式，雖然他們每天都在燒錢，他們不斷的去融錢，融錢了之後蓋了算力中心，再去燒錢。就是各位知道燒錢燒得有多快啊？我記得前年吧，我看到這個 OpenAI 在市場上融了65億美元。我想哇，65億美元好了不起哦。對啊，我們公司要融個1億美元就已經不容易了，他65億美元呢，就融了個65億美元之後，接下來過2天我看到他蓋了一個運算中心，就花了50億美元。所以我想說哇，你才剛融完的，現在全燒光了。所以你會發現這些 AI 公司不斷的在市場上融錢，不斷的在圈錢，包含 SpaceX 也是如此啊。SpaceX 先前上市之後，大家瘋狂的去買，但是大家看看 Tesla 到现在都沒賺錢呢。就 SpaceX 又是另外一個夢想了。所以呢，當大家開始回到了現實面，發現說這些科技公司都沒在賺錢，那麼接下來它要繼續怎麼走下去呢？你更不要講哦，現在所有的軟體跟硬體公司是在玩同一筆錢在做流通的遊戲。我曾經跟各位講過，你會發現 NVIDIA 去投了 OpenAI 可能幾十億，上百億。可是呢，條件是什麼呢 ？OpenAI 呢要去跟這個 NVIDIA 買晶片哦，所以這筆錢呢就從這個 NVIDIA 投到了 OpenAI， 可是又 OpenAI 又回去跟他買了個晶片。那是同樣的一筆錢啊，這樣流了一遍就變成2家公司的這個獲利了。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這些把戲所堆高的。目前為止的這個股市的狀況，當然就會搖搖欲墜了。那麼現在碰到了另外一個更險峻的狀況，我們剛才在講美國9月會不會升息？對。那麼 Wash 說的
說法看起來可能會升息。當然 ，Trump 絕對不會讓它升息。可是這個拉鋸的過程當中的關鍵在於，美國的通貨膨脹到底解決了沒有？如果美國的通膨沒解決，就算川普不想升息，或許都必須要升息哦，他否則就會變成聯準會的罪人了哦。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你就會看到全球的資金開始抽回來了。因為當美元開始升息的時候，這是最現實的。我把錢換成美金，放在銀行裡頭當定存收利息，總比我在股市上冒險好啊。所以呢，這種所謂零風險的投資就是收利息嘛。因此，美元如果接下來9月開始要升息，全球的資金開始回抽，那麼當然股市支撐往上繼續向上攻的動能就會開始逐漸減緩了。這是現在雙重所面臨到的壓力啊。好，所以一方面要關注的是，包括聯準會接下來恐怕升息哦這一件事情，還有第二件事情，剛剛我們說的嘛，這個價格泡沫跟這個獲利泡沫，現在是 AI 所面對的問題。所以呢，我們在持續看到3位来自於美國的金融大佬開始針對了 AI 產業做出的最新示警，他們都非常的不看好，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第一位看到的是當年成功預測2000年泡沫、科技泡沫跟08年金融危機的這一位 Jeremy Grantham， 他說美股現在是在歷史級泡沫 ，AI 的熱潮正是泡沫的核心啊。他也說 AI 泡沫可能在未來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之內破裂。恐怕重演2000年的科技泡沫，部分企業跌幅，他預估達到70%。第二位專家是美國經濟學家吳志偉，他預測 AI 泡沫下半年恐怕引爆。第三位專家大家都認識的巴菲特，他說現在金融市場就像開在賭場旁邊的教堂，投資人的投機情緒已經到非常危險的程度。幹哥怎麼看？好啊，大千，你放心好了。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是最後那隻兔子啊！你放心，因為巴菲特他就講得很明白、很直接啊。他說，這個已經到了，已經就是說，從來就沒有看過現在美國人的賭性這麼堅強的。老實講啊，不是只有美國人的賭性堅強，台灣人的賭性更堅強，世界第一。對，他絕對超過美國人啊，世界第一。韓國人也差不多，但是也比不過我們台灣人。我跟你講，什麼四代同堂都來了。对，其實說句實在話 ，AI 本身絕對是個可長可久的產業，但是 AI 它所造成的金錢過熱、股市過熱，老實講一句，那已經不是在理性範圍之內了。所以他們都提出啊，像那個 Grantham 啊，格拉漢他就講，格拉漢這個人要特別介紹一下。他1999年的時候，他說馬上會發生網絡泡沫，科技公司會倒一片。他講完半年就應驗了。他在預測2008金融海嘯，通通被他應驗。他比巴菲特還要神啊！結果這個格拉漢他說什麼？他說很簡單，現在我已經開始在賣美股了，你們都開始一直在買嘛，對不對？我已經開始在賣了。所以這個 Jeremy Grantham， 他其實他是有，就是說看到了說一窩蜂的結果會是什麼？但是這次他也很保守，說我不知道是下個禮拜還是下個月還是明年，我不知道是哪一天，但它一定會發生，因為現在已經太熱了。然後巴菲特本身也講的，他講的這個莫名其妙，我就說。我跟你講哈，現在的股市就像開在賭場旁邊的教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啊？這他的意思就是說，沒有賭場啊，都是投機嘛，對不對？那是賭博嘛，賭場嘛。那個教堂呢是理性的啊，是有道理的。那所以說這個，但是現在的這個股市啊，就像開在賭場旁邊的教堂，它已經快跟賭場一樣了。他的意思是這樣的，就是意思就是說不理性。非理性，但是實際上，你當一個 AI 的新創公司，他要去蓋算力那個中心的時候，他要花多少錢？在這種狀況之下，你就曉得說，其實股市泡沫跟資金泡沫，它都是一覺醒來都可能會發生的。尤其我要講馬斯克啊，馬斯克這個家伙，他講的什麼太空，也被那個 Grantham給講了一頓，數落了一頓。他說：“那要去移民火星啊，我可以告訴你，可能在2代人、3代人都不可能達得到。但是他所引來的資金熱絡跟投資的不理性啊，已經造成整個市場的膨脹。到最後，它一定會變成一個泡沫，
只是它什麼時候爆發而已。所以我們認為說，美股雙重泡沫會不會爆？會的，只是哪一天。所以投資人歸根結底，我們一定要謹慎。你一定要先想一想，巴菲特說要放在黃金跟白銀裡面。你去想一想有沒有道理？好，那我們也來觀察，那這一波不理性的投資甚至是炒作，我們從歷史經驗來學一些教訓，是不是真的很可能再度的发生呢？因為來自於美國的這位經濟學者，他叫貝森德賓，他是亞利桑那州的大學教授，他說他有做了這樣的研究，從1926年以來發生的幾件事情都可以看出來，熱門企業受影響、受害最深。首先，網絡泡沫時代的明星股，當時是世界通訊跟朗訊科技，後來都這個泡沫破裂。再來，金融危機前的銀行股也備受看好，後來也出事。再到來今年的這個電動車熱潮，包括了越南的電動車汽車品牌這一家 VinFast 上市之後備受看好，現在投資人也慘賠。老師怎麼看？最熱門的投資股會是最大的隱形泡沫嗎？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請大家稍微了解啊，就是說為什麼這個市場啊其實是我們的夢想。其實講本益比是不對的，應該講本夢比啊。這個67年做夢的話呢，那還算是短的嘞。有人一夢到700-800年都有啊。這個大家都要了解，市場就這麼一個結構啊。那麼全世界現在的話呢，相對而言的話呢，比較瘋狂的市场，大概就是美國、韓國跟台灣了啊。那我前陣子到那個銀行去的話呢，我們非常多的人呢，就是這個小孩子都叫父母把房子抵押出來買這個 SpaceX 啊。或者說是台灣的 AI 股了啊，那個台灣的這個股市漲得簡直是啊，以前的話呢就是傲視群倫啊，漲到1萬點的時候覺得不得了，那現在都快到5萬點了。啊，那這個變化是太大了嘛，對不對？所以說我們現在我是開玩笑講，不是真的。但是我們助理成績交不出來的話呢，他們就不幹了啊。炒股都會比這個當助理要好得多得多啊！哈，這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就是說，你這邊就要問到哈，因為1999年到2000年呢，那個 .com 的那個泡沫，我人本身在台灣，我非常清楚哈。那我必須要強調，這個科技股本身是容易受到矚目的原因啊。就這一次的 AI 跟那個時候 .com 是道理是一樣的，就是說任何人這個科技的發展，只要一旦是普通連哲學家都講得出來，他會有什麼故事的時候，那麼他就一定會有投資的對象啊，就是他的會有滿足你的夢想，就會覺得新的時代來臨了。在 .com 就這樣，其實我們確實是活在 .com 的世界當中，只是當時因為大家第二點原因就是說科技公司它的入門檻太低了，基本上所有做 AI 的公司這些人都窮光蛋出身的。你不覺得很奇怪？以前你做產業的話，你得富二代啊，對不對？現在他們都不用成本，光那個腦袋就可以了。啊，對，我們旁邊的話呢，也是靠腦袋都做開，對不對？啊，他爸爸就我就不相信他爸爸是富一代，對不對？啊，絕對不是。但是科技公司就有這個特性啊，所以說他們基本上啊，就如雨後春筍，就大家一起都來拼一拼，看誰撐得下去。然後第三點原因的話呢，就是說呢，目前為止呢，這個呢。就是 AI 的這個發展已經遭受到，就跟原來的1999年 .com 是一樣，就是說美國的政府，那這次的話呢，中國政府趕上，1990年中國政府沒趕上，然後那個美國自己搞得它容易垮。那這次 AI 的話呢，不會那麼容易垮，至少會拖得比較久一點。原因就是大家都會在中美博弈的框架底下再看 AI 的發展。所以裡面如果說把中美博弈的這個因素拿掉，裡面剩下的東西其實不多，就跟那 .com 很像。但是這次有中國在加入，那中國本身的話有政府的力量。所以說它這個泡沫可以拉得比較久一點，可能洗衣粉好一點，這個泡沫慢慢拉得會比較大。接下來我們帶觀眾朋友來關心美伊戰爭燒出的美國經濟泡沫的末日嗎？會不會發生？我們今天一起來做評估。另外來看到的是美國現在油價狂飆、通膨失控引爆的股債雙殺，這是已經在真實發生的事情哦。殖利率上看10%，另外呢，大家這個空頭的部位已經創了16年的新高了。美股的泡沫會不會引爆？甚至有專家說暴跌80%，真的有可能美國經濟失控嗎？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做互動。如果您認為會，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不會，還早，留言寫2來跟我們做互動。先來看，今天會分2個部分，先看美國債市的這個受的衝擊，有重擊應該這樣講。另外就是美國股市受的重擊，美國債市的部分再度的拉起警報了，最新的市場動態，趕快來帶觀眾朋友來看。現在呢，美國的財政赤字持續的失控，債務已經破了一個新高，超過了39兆美元。國際油價的部分，剛剛講伊朗的部分就知道，現在壓力越來越大。再來就是它的就業數據並沒有現在看起來這麼的不好，所以呢，降低了聯準會降息的預期。
降息的預期，所以呢，有可能接下來會打擊到的市場信心，所以我們看到投資人就開始拋售美債了，推升美國長天期的公債殖利率，30年公債的這個殖利率多次的突破了5%，也創下了近20年的一個罕見的大關。現在投資人呢都在想說，我們現在買美國的公債，到底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避險的功能嗎？還是會造成更大的危機呢？到底能不能買美國公債呢？那為什麼大家會這麼的擔心？其實美國公債部分現在承受4大壓力，趕快來看到細節。第一個呢，剛剛講了，美債因為現在的數字已經太高了，突破39兆美元，竟然佔 GDP 的比重已經突破100%了，而且呢，光是債務的利息要衝破了1兆美元，讓投資人非常的擔心。第二件事情就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中東戰事，越來越多的金額跟經費一直花在這個戰爭當中，現在投入的成本，光是伊朗的戰爭已經375億美元了，數字換算新台幣竟然超過了1兆，而且美國還要持續追加600多億，這個成本越來越高了。第三個事情是 AI 的投資造成的金融壓力，大家也在看說 AI 會不會泡沫啊？而且你一直不斷的在發新債，到底能不能回本啊？這是第三個。最後就是總和了這3個一直在加的成本花費越來越高，所以引爆了現在債務過高的風險。大家也在看說美債的信用評等會不會被下調呢？種種的壓力之下，造成了這個美債的重擊，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苑老師怎麼看美債危機會不會逼近？我跟大家強調哈，美債是一個哲學問題。什麼樣的哲學問題呢？就是說你這個人的信用非常好，信用好導致呢這個信用可以貸款多少錢？比如說我的信用的話就是台大教授啊，我要貸款的時候呢，一定比一個失業的人要高很多。為什麼要不到錢的時候，你跑到台大大門口講，你們這些老師他媽欠債不還？我們校長陳文章丟不起這個臉啊，就會把他叫起來，要處理這個問題，先處理再講，這個就叫信用。現在美國就面對這個問題啊，美國什麼問題呢？你這邊強調哈，我跟你講哈，你剛剛講的說殖利率上看10%，這個是亂講的啦，殖利率上看5%的不得了了。為什麼？因為你要拿殖利率，什麼叫殖利率？就是美國發行債務的時候，那個債本身有利率的。然後呢，美國因為它信用好，美國信用好到什麼程度呢？就它的國債可以變成一個大家定位價值的一個基礎。就是美國10年期國債是所有定位價值，就是你要想要求就是退休金的這個基金的話呢，他們就是確保要有收入的話，就買美國國債，這個是他的信用好。那美國信用好的話呢，但是現在的話，你欠債欠到39兆的情況下的話呢，大家講的說，這個價錢往下滑，下滑的只好產生的利息叫做殖利率，這是第二種利息啊，這個不是美債的利息，這殖利率就是你的美債價錢人家越不要美債，然後它的利息越高，為什麼要鼓勵你來買？就是美國就在玩信用，就全世界也只有美國可以玩這個信用。說句良心話，美債要垮，沒有人敢講，因為美債一垮，全世界就沒有信用可言了，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的話呢，這個戰爭呢，我覺得有點浮泛。海格賽斯最近大家的這個東西不是稀巴爛，是喊多少就多少，這個你每個預算都要有單位的，它突然就漲了快90億美金，這個在2月2號打到現在，就是才多少天？2月28，不到140天，你們亂喊這麼價錢，所以美國的那個國會他們就覺得說，你到底有沒有責任感？另外就是 AI 的泡沫。AI 的泡沫真正的問題不是在美國本身的 AI 泡沫，而是在美國目前面對了大陸的 AI 的追擊，因為大陸採取的策略都是開源的。你現在我最近的話，我今天要用這個 ChatGPT 的時候，他就規定，我覺得速度變慢變笨，然後跟我講說你每個月付20塊，我又繼續聰明起來。我就覺得開始要收錢，我趕快換那個豆包去了啊！所以說這個是 AI 本身 AI 的問題，它不賺錢，不賺錢，但是投資量非常大。然後最後就講到說是在信用的問題，前面3個因素結合起來，發覺美國本身在用錢的過程中完全沒有責任感可言。這個沒有責任感可言的話，就是說你一個大財主，我就給大家舉個例子啊，就是說是那個有個電影叫《活着》嘛，活着那個公子愛這個賭博什麼的，每天簽賬，最後簽到什麼呢？最後他的信用是他那棟房子，最後那個房子就換人了。啊，那美國現在的話呢，就是那個霸主的地位，這才是美國真正跌下神壇的重點。美國跌下神壇不是他的軍力，
而是它的經濟。好，那也請將軍來幫我們看，就是美國現在已經債台高築了，那他繼續又說要追加更多的金額用在這一場中東的戰事，會不會讓美國的財政的壓力更加的大？那酈將軍又怎麼看？美債問題不只是哲學問題，也是軍事的問題。這個為什麼我這樣講呢？你知道美軍、美元、美債是美國之所以保持它強盛的這種三大鐵三角。我們知道，以美國它有一個強大的美軍它就可以提供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安全的維護。那基於我可以提供你全世界安全維護，我當然就可以發行我的美債，然後全世界都會去買它的美債然後借着美債就維持它美元的霸權。我們講個很簡單的例子，譬如中東現在為什麼這個美元可以維持這個霸權，就是因為它跟石油掛鈎嘛。那為什麼波斯灣地區的國家願意用美元來買石油，就是因為美軍嘛。所以我覺得美軍、美元、美債這是三者合一的可是這三者合一雖然說看似鐵三角，其中只要有一個這種破口破的話，我跟你講，三個會一起垮台，因為這三個是互相依靠的。那現在軍事來講的話，美軍像這次伊朗這次戰爭就造成美軍來講的話，在軍費上面的繼續的持續的債台高築，包括赫格塞斯他在眾議裡面。他接受這個聽證會的時候，他都講這次光伊朗戰爭成本是375億美元，那後續來講的話，他還要再追加670億，那已經是上千億美元了。美國一年的國防預算來講的話，也不過是1000億美元，為了打這場仗，你等於就耗掉國防部這個美國國防部一年的財政預算。那你這種財政預算，你這個錢從哪裡來？你還是要去借錢嘛，最簡單的道理去借錢嘛。那為什麼這次的戰爭讓美債會面臨那麼大壓力？當然，因為這場戰爭，第一個我們剛剛講的，美國要借更多的錢來供養他的軍隊，來買他的武器。第二個就是推升油價嘛。這伊朗戰爭因為油價的推升，就容易造成通膨的失控然後尤其是現在，我覺得真的是雪上加霜了原來還只有荷姆茲海峽被封鎖，那每天全世界。大概能源來講，有1/5要從荷姆茲海峽從這邊出去。那荷姆茲海峽被封鎖之後，我們造成在前一波3月份的時候，每桶原油都已經上漲到120、130以上。那如果說現在更嚴重的，如果說是伊朗慫恿他的這種小弟這個胡塞組織把曼德海峽也封鎖，那我跟你講，那油價一定是更是飆升。為什麼？因為我們看一下，沙特是最大的產油國，它原來的油都從哪裡出口的？從這個波斯灣那邊北邊那邊出口的。那北邊那邊荷姆茲海峽走不通之後，它將它油運到南海這個港口這邊，從紅海這邊再走曼德海峽出去。那萬一曼德海峽也被封鎖住，等於是這個沙特來講，它沒有一滴油出得去，那一定會推升這整個通膨，推升通膨的結果就一定怎麼樣？一定會美國 FED 一定會這個升息嘛，這是最簡單的這種道理。如果說 FED 升息，美國現在以高達31兆國債的狀況，它的利息支出會更多它現在每一年大概就要光付這個利息就要1兆美元。那如果說是這個 FED 在升息，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川普每天逼着這種 FED 主席要降息就是因為他的這種國債太高。所以這場戰爭很明顯的讓美國，我覺得這個一定是吃不消了。那你在這種軍事上面，你後續來講，你怎麼去發展你所謂的金熊計劃或者是你 F-47戰機或者你的川普戰艦，我覺得這些都對美國來講真的是在做白日夢。我覺得後續來講，你沒有錢，你就根本就辦不了這些事情，也沒有國家會再敢把那麼多的錢借給大家。後續來講，我們看得到，可能就開始在拋售美債。好，我們現在是看到的是美國的經濟雙線重擊。剛剛看到的雙線之一的第一線就是我們剛剛談的美債，那第二線的重擊就是我們現在要來看到的美股。美股確實也是受到了非常大的承壓尤其在23號，光是這一天，美股的7巨頭市值一天之內蒸發了7900多億美元，創下2025年4月關稅戰爆發之後最大的一個跌幅。這當中科技股我們看到了，包括 Alphabet 跟特斯拉第二季財報因為表現不好後領跌，股價分別重挫7%、14%。特斯拉一天市值噴掉了2000億美元。現在全球包括在美國的股市的部分這個
他們的避險情緒升溫之際，美股空頭押注的規模也創下了2010年以來最高水準，逼近金融海嘯。這一位是萬年空頭的專家胡斯曼，他警告，如果 AI 投資持續的降溫，他認為說美股會處在歷史上現在看起來是最投機的一個階段，未來標普500可能最壞會重挫75%。而如將軍剛剛幫我們特別看到的，如果美國的通膨在持續的升溫的話，會迫使聯準會做出一些動作，到時候美股可能面臨修正，而且幅度，專家說高達80%的一個修正幅度，非常的可怕。幹哥怎麼看？就昨天呢，一天之內蒸發快8000億美金，7大科技股全面重挫，哪7大你通通都曉得，好不好？亞馬遜啊、蘋果啊、Alphabet 啊、輝達啊，還有最厲害的就是特斯拉。特斯拉一家虧掉2000億美金，我跟你講，在那個馬斯克的眼中，2000億對他來講，那根本就是什麼金錢遊戲，是不是？是不是這樣子？不然的話，他要怎麼去面對這樣的事情？一天之內重挫這麼多，所以現在就很多專家就警告他說：“我跟你講，大家不要再去追那什麼，去追那個很多幻想的 AI 概念股。你應該要把投資風險分散在估值比較低的企業。果然，估值比較低的企業，他們看漲。我剛才講的那個7大科技股通跌，對不對？有3家上漲，哪3家 ？SK 海力士，還有哪裡？美光。這種公司，它的股票上來，你知道為什麼？因為他們叫做賣產值的，在他們股市的那個術語裡面說。這些公司都賣產值的，什麼意思？你知道？就賣產值的，就是說他們就是做最基礎的東西，因為他們不會去編織 AI 的夢想，所以像 SK 海力士、美光，他們反而是反彈了。那他們賣什麼產值？很簡單，他們就是高階記憶體晶片，對不對？他們就是專門做這樣子的，他們不會去編織一個夢，他不會像馬斯克一樣。去說，我跟你講哦，我現在要投資4000億的 AI 算力中心，在哪裡？4000億美金的 AI 算力中心，當然它蓋成了以後，它可能真的是 AI 裡面的一個巨擘，但問題是在之前，他所說出來都是夢，難怪胡斯曼要講這個話。胡斯曼是何許人也？胡斯曼是華爾街非常有名的一個專門做空的專家啦。坦白講，他在1999年的時候預測2000年會發生網絡泡沫化，他的預測完全應驗了。當時他就講，他說這個已經是在歷史上面美股不正常的高點，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2個字叫做投機。他今天又講這個話了，胡斯曼他又講了，所有高科技領域的公司跟企業。他們都在投資這個什麼？他们都在投資這種不實際的投機的 AI 是非常非常大的人類的這個科技的進步。可是，在你讓它成為一個可以賺錢的工具之前，這個市場已經嚴重扭曲，所以標準普爾將來會跌掉75%。他直接預測標準普爾跌掉75%。然後呢，美國通膨的惡化。會使聯準會一直維持高利率，然後美股會有80%的跌幅。當然，胡斯曼被其他的專家笑說，這個人從頭到尾就在你知道危言聳聽。我跟你講啊，他每次講出來的話都嚇死人。如果真的照胡斯曼這樣講的話，那大家都不要活了。可是你再想一想，胡斯曼講的也是有一些道理啊。他說為什麼你知道？我告訴你，現在這個赤字都建立在誰的身上？你知道嗎？建立在政府在支撐，建立在美國的一般家庭的消費在支撐，還有呢，還有就是你們沒有看到的，在背後大家都是用什麼，知道？就是用一個很美麗的股市的那個表象來支撐這個虛假的泡沫。然後哪一天如果說 AI 泡沫真的發生了的話，他也不會覺得很奇怪，所以他是嚴重警告。美國的經濟的虛實，並不是我們外表所看到的那麼的實在。也就是，如果川普再這樣亂搞下去的話，那
必跌，而且會跌得很慘。